九王爷，说说吧。臣遵旨，屠龙会被剿灭，包拯乃是首功之臣。王太后恢复包拯原职，并已予褒奖。鲍爱卿，你是三朝元老，宦海多年，臣服本就无常，想必你也不是重名利之人。太后明鉴，君子家国天下，不分在朝在野。此番屠龙会一案既已了结，包拯本该返鄉不問朝廷之事。不過，剿滅屠龍會，有功之臣甚多，此案已經了結多日，不見朝廷加封褒獎，此舉似有不妥，請太后恩准。太后，九王爷，包拯分明是居功自傲，逼迫朝廷和太后封赏他的嫡系。他这算是臣子所为吗？口是心非，利欲熏心之人，此人断不可留在朝中。不依之人妄凭朝政，還敢說什麼不妥？此人必須嚴加申斥，否則朝綱不穩吶！鲍愛卿，太后，臣有本。哀家还沒有說完呢。九王爺急什麼？駕！駕！駕！吁！陈昭义恭迎杜大人。杜大人隨後就到。功臣封賞之事，包愛卿就不必再費心了。至於愛卿之進退，等皇上重新理政以後再議吧。愛卿為朝廷效力數十載，撥銀20兩，以資路費。這，撤！官府的人，走。王爷请。请。
屈了。包拯，求之不得，何谈委屈啊？本王派王府的侍卫沿途护送，大人不用推辞。哦，盛情难却，多谢王爷考虑周全。好，包拯就此告辞。大人一路保重，请王爷留步。九王爷，太后饶命啊！太冤枉！九王爷救命开恩呐！冤枉啊！九王爷开恩！参见太后。太后，外边这些大臣，杜文武死了。太后，臣剿匪无方，屠龙会残党死灰复燃，罪在臣一人身上。哼，怪不得人家都叫你九贤王，把一切罪责都揽在你一个人身上，你担得住吗？臣请旨督办此案，不将屠龙会残党一网打尽，臣甘愿一死以谢天下。好吧，谢太后。二哥，坐。你看，怪不得太后不准包大人官复原职。斩！难道是屠龙会死灰复燃了？二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她就是范月婷。范月明的妹妹。没错，就是我。二哥，月婷，你先走。二哥，五弟，韩伟的死，如果真的跟屠龙会有关的话，那么与范月明毫无关系啊。因为范月明那个时候已经被抓了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爹，我都在家闷了这么多天了，我想出去玩玩，散散心。哎呀，小心点啊，出去别惹事儿。您放心吧。混蛋！哪儿的人呀？你都敢动？爹，这不咱家地盘吗？我动个宫女又算什么？哼！
后，太后！慌什么？讲。洪大人父子被杀了。各位先生，今天呢，我老霍再给你们讲讲咱们开封城的新鲜事儿。说是新鲜事儿啊，可是个大事儿，就是非常可恶的这个屠龙会，他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闖进我们的皇宫大内，而且他还生生的把我们的洪太后的哥哥还有他的侄儿给这样了。这俩人是皇亲国戚呀，在皇宫内院太后眼皮底下被杀害，这洪太后可是真生了气了，赶紧他把九仙王叫来了，对九仙王是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然后呢，洪太后又下了一道懿旨，又让九仙王以当朝第一王爷之尊来兼任开封府尹。听起来是个好事儿，因为开封府尹他是天下第一官，可现在这个开封府尹可不是这么好当的了，就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屠龙会，他们又卷土重来，现在可以说是步步惊心，一步一险呐。屠龙会总舵主被斩，可谓是损失惨重。可是为什么说卷土重来就能够卷土重来呢？不外乎有2个原因。其一，屠龙会虽然遭到了重创，却还有某个重要的使命尚未完成，因此不惜一切代价继續作案。其二，屠龙会并沒有受到重創，或者是說遠沒有傷及根本，因此他們還是有能力繼續作案的。哦，白衣士來的時候說有2個問題要問本王，剛才算是第一個，那麼第2個呢？白某思量再三，還是不問的好。白衣士儘管說，那就恕白某直言了。王爺，包拯包大人此番未能官復原職，可是朝野上下雜聲頗多，敢問王爺，真實的原因是什麼？這個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其實有些事情也不必隱瞞白衣士。當朝的洪太后非常強勢，近年來對皇上也是頗多微詞。那麼皇上對太后有時也有些不慎言語，久而久之，母子之間下戲不斷。那麼就有人要趁此做牆頭之草，妄圖其中漁利。不會的，包大人不會做其強之舉。本王一開始也是斷然不信。不過今年的元宵節，我陪皇上微服私訪，居然發現包拯與太后私自會面。不會的，不會的，包大人絕不會如此的。若非親眼所見，本王也不會相信的。王爺，那天還有其他人在場嗎？這個，白衣士，請。哦。柳姑娘，是你？柳姑娘，進來吧。柳姑娘，那天你是不是也在場？因為是大內侍衛領班，自然寸步不離皇上。王爺，白某現在思緒凌亂，
白某告辞了。白医师保重。五哥为何一语不发？你让我说什么呢？现在离开或许是正当时机。妹子，我不正要走吗？你心里明白就好。留步吧。绝无此事。展昭辅佐包大人多年，大人的风范和修为，我再熟悉不过了。他绝不会私下和太后见面的。元宵节，我查了开封府当时的记录，那个时候正是展兄你当值。不错，是我当值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刘公公。午后，包大人回来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就直接回了后宅。再见到他，已经是第2天了。当天伺候太后的刘公公在元宵节的第2天，就被洪太后赐死了。照你这么说，包大人去了哪里？连展兄也不知了。展昭可以以性命担保，大人绝不会做什么有悖陈纲的事。哎，二位客官慢走啊！哎，铁舅，铁舅，忙起来吧。这是谁呀？这么烦！他有没有让你带什么话给我？大爷，行行好吧，大爷，给点吧，给点钱吧，大爷，行行好，大爷，行行好，大爷，你给点吧，给点吧，大爷，大爷。哎呦，谢大爷，你生了儿子点状元，生了女儿分好命啊！哎，是大爷，走，太好了。你这个白玉堂啊，你说我怎么就甩不掉你呢？一路上都有人给你通风报信，怎么会甩不掉我？既然来了，进来吧，来吧。真是不可思议啊！名震天下的丐帮帮主老蛇，居然家里有家具，真是不敢让人相信啊！这个你就不懂了。天下有好多的人都是乞丐，不過乞討的內容它不一樣。有的乞討是為了吃飯，有的乞討金錢，有的乞討功名，有的乞討官吏，有的乞討快樂，還有的呢，乞討美女。
哎，你这个金毛鼠白玉堂，你想祈祷点什么？一个太监，一个地方。这个刘公公确实叫洪太后给赐死的，这点我敢肯定。宫里面你也有人？当然了，我们嘎邦乞讨的人天下都有，宫里头也有我们乞讨的人，只不过乞討的内容它不一样。那好，我乞讨一下，刘公公这条线上还有什么可用之人？罗尔宝，李天应的师爷啊，对，就是他。那罗尔宝现在什么地方？你拿去看吧。他现在已经换了3个地方了，以后再换別的地方，我再告訴你。怎麼？他還有一個地方？這個地方，不但你想不到，我也想不到。普天之下沒有乞討的地方，就是那個地方。這回你可要多加小心。我明白了，連你老蛇都進不去的地方，我是得好好提防。主人，名單。白玉堂，主人，名单上沒有他的名字。主人，難道是讓我們除掉白玉堂嗎？不錯，這有什麼難的？有我們5兄弟一起，還有誰能逃脫呢？你們別忘了，白玉堂不是一個人，展昭，還有其他4屬。都不會袖手旁觀的。白玉堂再神，他也是個人呢，是吧？何必怕他呢？白玉堂，秦日中之所以全軍覆沒，就是因為沒有除掉白玉堂。此人天分極高，悟性極強，他多活在世上1天，我們就多1分危險。除掉他！謹遵主人號令。來定敵手了啊！來下！來定敵手了啊！人都到齊了。哼，齊不齊不得問你啊，你查的決。武帝，這朝廷裡可有制度，不得擅自出入青樓獨房。越是看着髒的地方，其實越是乾淨。老五，那你的意思是說，越乾淨的地方，就越是髒了？哎，這可是你說的。喲，這麼熱鬧，來得正好，來，請坐。這幾個人是我精心挑選過的。他們中間有我無條件信任的人，也有我有條件信任的人，當然還有我不信任的人。我把他們約在一起，因為我想，諸位，今天請諸位前來，是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你們幫我抓一個人，羅爾寶。羅爾寶，為何是他？各種緣由，抓住他，一問便知。秦日中已伏法，屠龍會一案已了結。你本是江湖上巡遊四方的人士，雲遊四海，豈不逍遙？但又為何摻和進來呢？小弟我已經深陷泥潭，已經脫不了身了。大哥，你好像有什麼話要講。說就說，講就講，還怕什麼不成？當初包大人辭官還鄉，我們3兄弟也心灰意冷。辭了官，本想回獻空島去，但四弟說的對，包大人對我們恩重如山。如果這個連環案不破，那包大人勢必要背負辦案無方的包袱。
終老一生。五弟，我講的這些，你信嗎？我信。好，那我把事情的經過給你說一遍。我們聽到了一聲喊，而這聲喊讓我們卻步了。殺錯人了，撤！罗尔堡，卢兄，你看清楚了吗？都戴着面具呢，打哪儿看清楚？听的呗。老三，以大哥的秉性，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绝对不会锁定是罗尔堡。照这么说来，这个罗尔堡倒是蛮有意思的。五哥已经知道罗尔堡的下落了。自从李天应被免职以后，他们就消失了。哎，五弟，你的消息够灵通的呀。那还等什么呀？抓人去吧！三哥，人是一定要抓的。柳兄，这次要劳烦柳兄了。五弟，有話請講。兄弟斗膽，想借柳兄的通關令牌一用。多謝。諸位，城東的許家莊甲字31號，有勞三位哥哥和柳家兄妹了。老五，你跟老展不去？三位哥哥，再加上2位大內侍衛的領班，抓一個羅爾堡綽綽有餘。我和展兄去一趟開封府，查一查羅爾堡當時的住處。能夠帶我隨意進入開封府的人，也只有展兄了。那就走吧，別夜長夢多了，再讓那個羅爾堡給跑了。展兄，走，去银錢巷。哎，去那兒幹嘛？抓羅爾堡啊！你不是說要去開封府嗎？哎呀，我要是告訴他們啊，這羅爾堡咱就抓不着了。你是說，他們5個人當中會有人給羅爾堡通風報信？聰明，走吧。一共有8個保鏢，為首的是金槍謝正，其餘的7個人，院子裡有3個，房頂、閣樓各1個，還有2個值夜的，估計是在睡覺。一起來吧。白玉堂，展兄，這裡交給你了。羅爾堡，這個我寄予厚望的人，居然是一個啞巴。那麼，盧大哥聽到的這一聲喊，會是誰呢？又會是誰能夠發出像羅爾堡這樣的聲音呢？剛剛出現的線索，突然斷了。白老五，你還有膽子回來？哎呀，老三，把我們仨支開，你去抓人，怎麼着？信不過3位哥哥？老五，你真的不相信我們了？
不用解釋，不懂我的，解釋也沒用。五弟，你忘了我们在陷空島结拜了嗎？白老五，以后别讓老子再看見你！我的三哥徐慶他不知道，我們會再見面的。再見面的時候，我們再也不是朋友了。噓。我說師妹啊，我這個房間裡很多人或明或暗都在盯着呢，你怎麼偏偏選到這兒來了？盯你的人啊，都在這兒呢。哎呦，你這不是找事兒嗎？我要見我哥。見你哥？嗯。哎呦，只怕這可難了。你哥哥被關在了審刑院的大牢裡，緊挨着大內，那裡的防範措施要比刑部的天牢還要森嚴呢。我要見我哥，如果見不到他，我只好一死了之。你，我說師妹啊，我連我自己的死我都不怕，我還怕你死啊？既然我來了，就不怕你眼睜睜地看着我死。哎，你，哎呀呀呀呀！我真是後悔，我要知道你這麼難纏的話，我早就逃到遼國去了。哎，一邦敵國，你跑那兒去幹什麼啊？我躲你啊！哎，我告訴你啊，像你這樣的熟人多了，我麻煩事兒就多了。如果到了外地，人地兩生，像你這樣的熟人少了，那麻煩事兒自然就少了。你說是不是？你到底幫不幫忙？再不幫忙，我就死給你看！哎，你會不會契丹語啊？麻煩你教我幾句沿街乞討的契丹語怎麼樣？起碼到那裡我也餓不死啊，是不是？我哪會說什麼契丹話呀？你到底幫不幫忙？你真不會契丹語啊？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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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會契丹語，那我也不會契丹語。看來這遼國是去不成嘍。好，我幫你。連我自己也沒有搞清楚，我為什麼要答應他。我只知道一點就夠了：范月亭在說謊。范月亭是會說契丹話的，因為他和范安在說話的時候，我的讀唇術告訴我，他們兩個用的是契丹話在交談。一個會說契丹語的人，而10個否認會說，很有意思。而且他那麼急於想見范月明，那麼范月明也很有意思。一會兒喝點小酒去啊！哎，站住！喲，快，快進！哎，您請。哥，
來了。行了，你们两个别说了。如果我要是你们两个的话，出去以后再说。我们怎么出去？出去很容易啊，不过得有一个条件。什么？你得亲我一口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般无礼？那就恕白某爱莫能助了。不行，随便。白玉堂，把门打开。快想办法，快点儿！记住，你欠我一个吻。二哥，无敌，走，好，快走。五哥，妹妹，走。看你往哪跑！哥，快走，快走！抓活的。走了，多谢了。认真点。好了，多谢了。快走！走！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的命运便和他们绑在一起了。我还来不及去考量我这次冲动给我带来的后果，一连串的追杀便已经开始了。快！快！快点！抓住他们！快！进来！疼不疼啊，哥？怎么样？快点，在里边呢！快走！走，慢点！抓住他们！快！慢点，慢点！快走！哥，师弟，走！快快！在那边追！追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先走。追！你要小心。有老师弟了。那边，快！
站住！非要赶尽杀绝吗？你走吧，大哥。大哥，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这是我们的事，你要记住，我们不是朋友，从来都不是，我们是兄弟。北边有埋伏，南边走。请坐吧。为什么抓走我妹妹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妹妹不会有事的。你曾经答应过罗尔堡要保護她，可是她死了。你答應過要保護李天應，可是她也死了。他們都是被你殺死的。這都要怪白玉堂，我是答應過要保護他們，可白玉堂把他們挖了出來，既然暴露了，就必須死。你的目的已經達到了，現在所有的人都在追殺白玉堂，可是白玉堂還活着。太可笑了，這說明你的那些人多麼的無能啊！不說這些了，你下面有什麼打算？我和我妹妹的事情，有必要告訴你嗎？按約定是這樣，可是你需要我的幫助。不必了，把我的妹妹還給我，我們從此兩清。我要是不還呢？哼，那就只能魚死網破了。你聽好了，還沒有人敢這樣跟我說話。你也聽好，我已經說了。哼。這家飯菜不錯，下次帶你來啊。是帶范月婷吧？你吃醋的樣子，我喜歡。就這麼走了嗎？懂我的，不用解釋；不懂我的，
解釋也沒用。五哥。 白玉堂还没有下落吗？主人，属下无能，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肯定是他怕了，溜之大吉。白玉堂怕了，在白玉堂心里永遠沒有這個怕字。你怎麼老是說他厲害呢？你到底是哪頭的？我哪頭的？我哪頭的？主人心裡有數，這就行了。你什麼意思？你什麼意思？都給我住口！主人面前容不下你們放肆。白玉堂必須死，五妖該出去活動活動了。不用他們出去，我一個人就夠了。一個人也好，幾個人也罷，白玉堂必須死。28星宿剩下的，就按順序走吧。遵命。真宗皇帝將太宗、太祖两朝的開國功臣，一共是28位，命令皇家畫師將他們的畫像陳列在極英殿內。這28位功臣正好應了28宿，於是這28宿就成了京城官場對某些權貴團體的總稱。九賢王有九賢王的28宿，范丞相有范丞相的28宿。老舍提醒我，自從洪太后垂簾聽政以來，又出現了一個新的28宿，也就是導向洪太後的官場群體。但我驚訝地發現，屠龍會的2次連環殺人案的死者中，幾乎都與洪太後的28宿有關。根據老舍提供的情況，洪太後是一個極端自負又是極端迷信的人，她時常一個人在極英殿裡一待就是待着很久很久。注意，是一個人，所以我本能地想到，儘管他的父親洪亮江就是28宿之一，他也絕不是簡單的瞻仰先輩。這些發黃了的畫像裡，一定隱藏着什麼秘密。哎呀，这肉的油都烤出来了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王爷，您尝尝，往这儿来。我吃了多少烤肉，就属你烤得好。王王爷！给我，王爷！白五爷說過，不能讓你冒險。你他娘礙事！冒鬼的險，給我！闪開！氣死我了！
王爺！王爷！走。这谁？那白玉堂，他怎么也被推进列位书家，咱们就说说这个雍州王赵全吧，带兵镇守一方，何等的英雄威武啊！算起来，他还是皇上的叔叔。最近呐，这个屠龙会可又犯了一桩大案呐。这不，官府贴出来海捕文书，说是这个锦毛鼠白玉堂啊，是屠龙会的同犯。要说这个锦毛鼠白玉堂是屠龙会的同犯，我可有点不信。有的先生問了，白玉堂在你心目當中是怎麼個白玉堂？我認為，白玉堂，他是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的白玉堂，他是為民除害的白玉堂，他是忠肝烈膽的白玉堂。總而言之，他是我們老百姓最歡迎、最喜歡的白玉堂。飘飘河左寺，天地一沙鸥。范先生都安排好了，有劳几位丐帮的兄弟了。多謝。这是一路上通关文書，这是进入大理国的通关文牒。多謝了。哥，別怕，幾位丐幫的兄弟們，此事與你們無關。哎，哥，范先生這是什麼話？幫主說了，要把范先生兄妹安全送走。丐幫立幫數百年來，還沒有說話不算之事。范先生，快走吧，快走啊！聽話，走，快走。上！妹妹，你先走，到前面等我。我不听話，我不去。走，哥，你是個累赘，明白嗎？走。主人讓你回去，他不是我的主人。那你就必須死！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你妹妹已經走了，可以放下刀了。跟你們回去，還不如死在這兒！
你想讓我后悔一輩子嗎？啊！我偏不。你怎么这麼傻？你不怕是个陷阱吗？因为我相信你。为什么要去那儿？报仇。为范月婷，还有范月明、雍州王以及丐帮弟子，还有所有被屠龙会杀害的人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我代他们谢谢你。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不会回不来的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呢。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，我很想告訴他，我和范月婷並沒有什麼瓜葛。等這一切結束之後，我會告訴他一切的。如果我還活着，如果他還願意跟我走，我要去的這個地方是一個只存在於傳說中的所在。在傳說中，沒有一個不速之客能夠活着離開那裡的。所幸的是，丐幫和大內侍衛在那裡都有臥底。我相信，在他們的幫助下，我會知道最後的秘密的。站住！哎，幹嘛呢？站住！啞巴！走，去！走！扫兴！来，马上啊！来干！喝酒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酒可是我特地从那家馆子买回来的。是吗？哎，怎么样？好喝吧？不管了。喝酒啊！喝酒啊！怎么样？是不是？真是不错啊！夫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无言，有何吩咐？救我出去！回事？快下去，营地有密道。想不到，总坛居然也有叛徒。
都到齊了，难得，难得呀！白玉堂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何必闖入宫中，暗杀洪基范父子？何必闖入军营，暗殺雍州王趙全？何必又联合屠龙会，杀害那么多的大臣？对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吗？束手就擒吧，三法司会审，你还有说话的机会。束手就擒，就不是我白玉堂了。今天这么多的高手都在，就让我白毛大干一场，就算是死，我也死而无憾。站着，柳青。蒋平，爷，去吧。皇上龙体康复，臣子喜不自禁呐。哎，朕生病的这段日子，多亏了母后垂帘代朕理政，辛苦的是母后。是。哎，九王爷率众臣剿了屠龙会，缉拿了匪首白玉堂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啊！那是自然，朕肯定是要封赏的。皇上太后过誉了。这往后朝政这事儿，哀家是实在管不了了，还要交于皇上操劳。哀家就找个僻静的地方听听戏，钓钓鱼，也就知足了。太后圣明。母后，朕觉得这金明池就很好，离大内也近，母后想住哪边都可以。等明日上了朝，朕让工部的人再拨些银子，给母后重修这金明池，颐养天年。好。皇上太后随意闲聊，臣马上去安排今晚焰火之事，臣下告退了。白玉堂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王爷一定很困惑，此刻的我应该在刑部大牢里，对吗？那么，就让在下讲一讲这第一个秘密吧。这第一个应该是李天应了，也可能是范月明，或者说，他们两个本就是一个人。一个人？那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？现在看来，这两个人都是假的。五哥，请讲清楚。那就先说说李天应吧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突然消失了。这几天里，我
去了一趟柳州。那个时候，開封府的李天應已經死了，范月明還在大牢裡關着。那麼，這個柳州的李大人，便是真正的柳州太守李天應。嘿嘿嘿，老五啊，照你這麼說，開封府原來坐着那位，嘿，他應該是冒名頂替的了吧？這就要說到第二個秘密了，也就是羅爾堡。起來，說話。哎，老三，他是個啞巴。不料，啞巴？他是一個啞巴。看上去這條線索徹底斷了。不過，我忽然想到，這倒是未必不是一個破綻。老五，長話短說嘛。羅爾堡是開封府的主簿師爺，當然是要說話的。那麼，是誰在幫他說話呢？答案只有一個，那就是李天應。李天應是一個江湖的高手，他擅長一個技能，那就是復原術。所以，李天應和羅爾堡二人給大家唱了一出雙簧而已。照這樣看來，李天應是假的，他是屠龍會的人，所以他被屠龍會的遼邊四丑所殺也是假的。那麼，這個李天應究竟躲到哪兒了呢？范月明。沒錯，范月明就是李天應，李天應就是范月明。你何時斷定這兩個人是同一個人呢？我去了一趟范家莊，范月明的生意做得很大，他為什麼幾年的時間始終不敢回家呢？因為早在幾年前，真正的范月明的身份早就被人頂了包。這是第三個秘密。老五，我對你的推斷有異議。范月明被調包了，那范月婷呢？你跟范月婷那麼熟悉，她沒調包吧？她作為妹子的，肯定一眼就能認出這個兄長是真是假，嘿嘿嘿，是不是？沒錯，范月婷一眼就認出了他這個假哥哥的身份。那麼，范月婷為什麼沒有揭穿他這個哥哥的身份呢？原因是范月婷愛上了他這個假哥哥范月明，而范月明也愛上了范月婷。大家可能知道，二哥的一個遼國朋友給了我一個消息，這個消息很可怕。更可怕的是，我驗證了這個消息。這就是第四個秘密。當然，在被追殺的時候，你們有這樣的機會。沒錯，當我給范月明療傷的時候，我就發現他的胸前有一個狼頭的紋身。狼頭紋身是遼國北苑大王世代相傳的家族圖騰。這個范月明其實他是一個遼國人，他有一個契丹的名字叫耶律沙，他的漢人名字叫秦日忠。耶律沙是真正屠龍會的大首領，那麼他為什麼處心積慮的要潛伏在東京城，制造一起又一起的連環謀殺案呢？劉大哥，我可以說嗎？說到不可說之處，我自會阻止你。明白。屠龍會是遼國皇族的秘密組織，世代以暗殺皇室與朝中的大臣為目標。這次的屠龍會跟朝中的一位大臣有了聯繫，而這位大臣跟屠龍會勾結一處，目的是28宿。28宿不就是一個特定所指嗎？沒錯，幾乎朝廷每一位大臣都有自己的28宿，說白了，就是自己的黨羽。不過，屠龍會所要斬除的這28宿時，五弟，不要再說了。四位哥哥，戰兄，你們先到外面休息一下。這第5個秘密，你們還是不知道為好。得罪了。這又何必呢？他們全都是參與者。他們是參與者，不過是無辜的參與者。
這個你早就看出来了。如果他们没有包大人和皇上的亲口吩咐，是断然不会听命于他人。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直接受命于皇上的柳家兄妹，也成了你的下属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明白了，王爷您一定是拿到了皇上的旨意。可是王爷，皇上命你暗中铲除洪太后的28兄，你真的是严格的按照旨意行事的吗？大胆白玉堂！你明知道本王是奉旨行事，又为何一再破坏呢？因为王爷您变卦了，或者是说篡改了旨意，这一点想必是柳家兄妹已经慢慢的意識到了。正因为有了懷疑，所以他們兄妹二人才在那一次的集英殿裡放過了我。等等，这里没有人，我們走。我們兄妹所言所行，一心只為皇上，絕不會偏私。當今帝後之爭愈演愈烈，皇上有礙於大宋以孝治國的傳統，不忍與太后反目成仇，於是便密詔了王爺，讓王爺暗中鏟除洪太後的28兄。王爺您慨然應允了。此後，皇上謊稱有病，太后垂簾聽政，朝中的所有的大臣一時之間就倒向了太後，這樣就徹底的暴露了太后身邊的黨羽，也正好給王爺您一個明細的暗殺名單。哼！這些朝秦暮楚之徒，只知道朋比為奸、結黨營私，又怎麼能在朝中安享國家俸祿，死有餘故耳？王爺奉旨行事，一時之間血迷東京，剛被撲滅，轉瞬間又血光再起。當然，這是皇上密旨的意思。不過很快的，王爺的心思就變了。這是您第6個秘密。魯弟，不要再說了。劉大哥，這個秘密涉及到皇室，能不能說，還需要外面的人來定。就讓他說吧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你何以看破？太祖太宗胸中地疾，燭光浮影成了謎案。王爺是太祖爺的嫡裔血脈，奪回太祖爺首創的400軍州，是王爺的心中夙願。於是，王爺您便勾結了遼國的屠龍會。你想，利用屠龍會的勢力，將太宗一系皇室宗親一網打盡。這樣一來，王爺要鏟除的就不再是洪太後的28兄，而是太宗皇帝的28兄。樊月明告訴你的？是王爺您告訴我的。白某是一個愛聽書的人，沒有想到王爺您也是。王爺的那個表情，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。哼，王爺的野心，通過雍州王一案也能看得出來。我在集英殿裡得到了28宿的名單，上面並沒有雍州王的名字。王爺您為什麼要殺他？原因是雍州王是皇上的親叔叔，是唯一一個可以帶兵在外的王爺，不除掉他，王爺心有不甘。展兄也得到了指示，務必要保護好雍州王的安全。送羊腿的，我曾喬裝試探過，相信有眾多鐵甲軍和展兄的貼身保護，只要雍州王不出軍營，應該萬無一失。王爺，王爺，肉好了。啊！武帝，我想，這個指示是出自包大人之手。再說說范月明吧，他與王爺勾結一處，王爺提出的條件，他都做到了。但是，他提出的條件，王爺是萬萬不能答應的。那是自然。
石敬瑭之流，岂是我太祖子孙的榜样？范月明看出王爷是不会答应的，他一面无法向辽国交代，一面又陷入了情网，舍不得范月亭，于是就金盆洗手，求我和老蛇安排他们两个到大理国避难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他们两个还是被燕山五妖给杀害了。王图霸业笑谈中，不胜人生一场醉。王爷，难道你真的没有看出，皇上因何对你下了针对太后的懿旨吗？武帝，这些人是不想让在下继续说下去了。皇上太后驾到！哎呀，叩见皇上太后。都平身吧。谢皇上太后。母后，请。哎呀，都坐下吧。谢皇上太后。白玉堂，朕刚才听了你的话，既然真正的秘密已经被你看破，就说给九王爷听吧。母后，不知可否？你是皇上，当然由你说了算。好，白玉堂，讲。草民遵旨。在东京城内，又一次弥漫着血光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陈亮给柳燕的一张纸条，上面写了一个“九”字。陈亮作为卧底，已经意識到王爺在篡改密旨了，於是就提醒柳家兄妹多加提防。我猜測，不光是這個意思，陳亮是范月明的僕人，他聽到了范月明和王爺的密謀。99重陽節，在這金明池的水心殿裡，皇上和太后要密召所有的皇室宗親前來欣賞宴會。今天正是99重陽節，王爺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在這水心殿的地宮裡布滿了火藥。我當時在密道裡發現牆的兩壁有滲出的水珠，我當時就知道這個密道就在金明池的下面。巧合的是，那個臉上有刀疤的大內侍衛的臥底給了我一個蠟丸，上面寫着“地宮裡布滿了火藥，不知何用”。在亂墳崗抓我的時候，其實才剛剛開始。王爺以為大功告成就在旦夕之間，可是你忘了，還有包大人在，於是才有了亂墳崗的那場爭鬥。拿我！那場爭鬥，其實是我們大家給王爺您演了一出戲，沒想到王爺您果然被蒙騙了，於是王爺便迫不及待地開始了最後的計劃。皇上、太后，隨意閒聊，臣馬上去安排今晚宴會之事，臣下告退了。九王爺，白玉堂所說的，你可認同？事已至此，不過是成王敗寇而已。白玉堂，你既然知道謎底還未全部揭開，不如就直說了吧，讓九王爺明白得清清楚楚。既然如此，
请恕草民直言了。王爷，其实皇上对你一直存有戒心。草民猜想，某一天，也就是草民去过的吉英殿里，皇上、太后及包大人有过一次谈话。王爷以贤王闻名于世，不得不说功高震主。于是，皇上和太后以及包大人相约设了一计，所以王爷和皇上便看到了太后和包大人密会的场面，所以皇上便对包大人失去了信任，所以皇上便密诏王爷暗中铲除洪太后28秀，所以展昭和3位哥哥以及柳家兄妹听命于王爺的安排。王爷，殊不知母子同心，自古而然。太后和皇上母慈子孝，所谓的帝后之争，无非是做给你看的。想不到陪我一塊兒去的還有你呀！看破帝王的家世，由此结局，也不意外。唉，时辰就要到了，焰火漫天之际，就是你我归天之时。白玉堂，你就不害怕？难道平生就没有什麼憾事？我曾經答應一個女子，等到事情完了之後，我帶她到江南去，大魚種田。可惜，只能來生了。想不到剛直磊落的白玉堂也有風流債。人不風流枉少年嘛。圣旨到。着九王爺白玉堂接旨。一個將死的王爺，就沒必要站起來了吧？公公，請說吧。皇上口諭，太后懿旨，着九王爺帶皇上太后觀禮焰火，與民同樂。着白玉堂即刻趕往開封府，包大人另有密旨，欽此。柳师妹，走，怎么也不带上我？走。好。唱。驾。冷看。